Cuckoo minasan amigos, 各位观众 I'm right now in front of the historical Shinbeitou train station. It was built by Japanese back in 1916, and this is where I'm going to start my exploration today. But before I start, I'm going to meet my friend. He's from local, and he will show us the real Shinbeitou. Okay, Xiaohei, we've been know each other for over 20 years because we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25 years. 25 years, and the school just 3 corners away from here. We can go check it out later. Let's go find it out about this community first. Okay, let's go. Let's go. 好像要去哪？现在你说我们要去一个古老的地方是吗？对，我们现在是在新北投捷运站的出口，然后我们已经 cross street，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探访这个老旧的北投社区，好不好？你要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北投人最在地的味道。在地味道，那就是新北投在那边啊。新北投就是这里啊。不是就是你说那里吗？在那里吧。可是那里感觉是游客去的，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居民哦。对居民。你不是在地人吗？要菜市场要在那里耶，然后那边有菜市场啊。就北投市场很大啊。是那里吧？就陈家大家。你不要把人名讲出来好不好？陈家家。不是他家，是他前女友家。哦，他前女友家。哦，是哦。而且人家都结婚了，好吧？我哪知道？不要乱把人家扯进来。大家不是就是市场里的肉干，你知道吗？好，我们等下再去，好不好？我们先去走那边。你看吧，你明明就有你的想法。我要假装不是，我怕你没有想法啊。我刚刚在讲我的想法了。你的想法就不应该从这里出发哈。等一下，为什么我们突然又可以讲中文？那刚刚讲什么鬼英文？那个需要讲英文的时候再讲英文，好不好？什么时候需要讲英文？就是我开始讲英文的时候，就是需要讲英文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一般北投人住的地方吗？对啊，我们要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你小时候住的地方？我现在住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要往这个新北投一般居民住的社区前进。OK。好，那我们小时候念的学校就在前面右转的地方，已经20年了。好，我已经20年没有就回到这个学校了，25吧。如果你高中毕业到现在，应该是25吧。你不要讲那么仔细，好不好？对，反正 anyway 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没什么变，就在我印象中跟20年前比，我觉得没什么变。你觉得有变吗？你这个在地人就变不多啦，像这边本来是电影院嘛。没有啊，他是电影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这边念书吧？我有，你没有？你有是不是？小时候一直觉得我现在旁边这栋楼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嘞？我们看一下它那个还在不在？哎，它拆掉了，还是在这？没有，我记得它以前这里，记不记得它以前因为是电影院，所以它这边有那个金马奖，对，写一个金马奖，然后有那个海报，然后最以前的电影是没有那种大型印表机的时候，他们是找画师用画的嘛。对，他就画这。然后后来电影院关了之后，他就没有再 update 了，所以那个画师画的那个画就一直摆在这。可后来他把它拆掉了。对啊，因为它不是电影院太久了。如果放一个那个电影院的海报在这边，实在太诡异了，太像鬼片了。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这间房子蛮奇怪的。对，它现在是开放式出租啦，就是它把它改成每一间都是小套房，然后所以这边就是比较不稳定的住户，但是就会很便宜。很便宜，多便宜？我不知道，你要查一下。我只知道它很便宜。你知道很便宜？就它这边的客户状况比较乱一点，然后哦，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Sure。应该不会被打吧？好，因为这个房子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嘞？因为它整个格局看起来像是商场，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格局，应该它以前是一个商场。一楼现在也是商场，一楼跟地下室现在都还是商场。可是你看现在全部这边都是关门的状态，铁门全部拉下来，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店在营业，只有最外面有一些早餐店在营业。就其实你右边这些店都有营业啦，可是它是面朝外的，都有营业啊，面朝外的才有营业。对，面朝外的啊。对，那里面的这些都没有在营业。
撞球馆好像还有，对，撞球馆还有这个是很久了吧？世界杯很久了吧？只是我是觉得奇怪的是，拍上面。对，我觉得这个上面蛮有特色的。好，来看一下。以前的那种香港建筑。对，很像那种港片九龙城寨的感觉，对不对？对啊。这边有一个北投城寨，大家看一下。哦，它就长这样。然后上面是住户吗？而且我记得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里面是不是有一家店，不知道是卖一些小东西。我这样讲谁会知道？小东西，小东西。对。可是为什么这边店都不会？瑞美哦，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他名字。就是他在那里。还有吗？没有啊。没有了。没有啊。是哦，那他有没有卖文具以外的东西？就文具店是一个幌子。没有啊。因为我一直觉得阿达里的卡，阿达里。我一直觉得这边店都怪怪的，没有怪怪的。实际上我没有怪怪的。实际上没有怪怪，但是最怪的不在这。最怪在哪？我们等下要去吗？骑车应该可以。骑车啊？哦，那边是不错。啊，那边可以拍吗？会不会打？可以拍啊。可以拍。不要进去就好。不要进去。那外面有什么？外面倒刮处哦，你就会知道哪里很奇怪。哦，是啊。你光还没进去，你就知道哪里奇怪。哦，是有，我就想拍那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不好？那应该可以看吧。哦，我是没有走上去过。是啊。你会怕是不是？我不会怕。这种感觉，你不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这样那种老港片会有的感觉。拜托，这种地方西门町超多那些地方应该也怪怪的。那个绝对是可怕，像鬼屋一样。是吗？所以这边也有一点吗？要租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靠，这边是地狱吧？是啊。这边没有拍鬼片，就是太浪费。那你为什么要租呢？我没有，后来我没有租那。哦，那为什么你不租那呢？因为我不想拍鬼片。它很便宜哦。看这边很奇怪，对不对？这边原本应该是商场的一个格局，可是全部都没有开。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开吗？就是为什么没有生意？因为大街上面的店生意都还不错，那为什么到里面就没有了？不是没有人会来这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你看这个格局，你就不会想进来。可是他们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弄亮亮的就好了。他们应该是一开始开幕的时候不会这么阴森吧？这什么？请有吸 K 烟的朋友自重自爱。什么叫 K 啊？干，这个会被红标，算了，不讲了。因为就是很 OK 的烟嘛。哦 ，OK 的烟是不是？我从念书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栋楼真的是蛮奇妙的存在。的确，我觉得这种楼风水有点问题。你说它像一个回字形，是不是？对啊。就北投有几间这种回字形的建筑，都这样，都阴阴森森的。另外一栋是它的平均售价是1坪30几万。你说现在100万的时代，它只卖30几万。北投最低单价的地方。而且上面，等一下往那个温泉博物馆上面走，那边有好几栋也类似，我觉得蛮像的。对啊。好，等一下去看看。没有人在 care 红灯这个是北投在地人的特色吗？都是外地人啊。是吗？没有人看起来像在地人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教官一直强调不能闯红灯是因为他怕我们跟着路人一起闯红灯吗？没有，他怕我们被撞死我们每个人都很贵是这样吗？学校怕被告死对？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围。它有些地方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特别重新装潢过。就刚才我们经过那边吧。那其他的看起来有点老旧，大概40-50年吧。可是他们入口到底在哪？像这些住户的入口在哪？这边有一个入口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那边啊。哦。哇，这你看，这有一户打掉了，不知道干嘛。Okay, there's a temple here. It has been here for 30 years, 40 years. More than 40 years. Older than you. Yeah. Do you know how they make money? By donation. Of course. 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会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有一座庙。可是很多地方都会这样啊。有些庙更奇怪，就是它会直接在公寓里面。哦。对。
这间已经还不算太奇怪了，因为它这个感觉是政府的地，因为它是公园，然后旁边有一座庙。我觉得这间庙应该是有点像是一个创业计划。怎样创业？你想不到，就是你可能你会有点通灵体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创个业？那创业不知道要创什么，至少是创庙好了。可是创庙算是蛮赚的吧？不然我们等一下访问一下他赚不赚？好，我们问他一个月大概可以收到多少 donation？ 但是通常庙的那个资金你是不确定的。我上次我过年的时候去泸州拜，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超厉害的庙，叫永莲寺。怎样算厉害？就是它里面有所有的神都在里面。你要他收集所有都有。你一次去拜就可以拜完所有人。方便就对了。对，然后你百货公司的概念。那你知道他去年干了个什么事吗？去年那个新北市长他说，我们这边要盖一个这个社区型的中心，但是我们没有钱，请你捐赠一下。侯友宜吗？对，侯友宜。然后他说捐赠给他2层楼。你说柯文哲是不是？柯文哲也捐赠了不少啊。柯文哲也捐赠不少。对，反正就是他们要盖一整栋社区型的活动中心。社区是指说那是一个区不是？你说庙捐的是不是？对。我听成是新北市市长捐给他们。不是。庙捐的。OK。是泸州区的居民需要在那边活动。然后所以他们要盖一间超大的区域型活动中心，不是社区，是区域型活动中心。但他们还缺很多经费，可能有缺1半的经费。所以那个庙就决定捐1半的经费，就是他不是庙捐了1半的经费，是庙提供一点点经费给他们，让他们盖完这整栋。一点点而已，是不是？但是好几亿哦。这个没毛病啊。你知道庙上面有柱子有写人名的吗？对，就是信徒会捐的钱，然后如果你捐的钱够多，他就会写在那个柱子上面。你知道在柱子上面写一个名字要多少钱吗？低消啦，好像是10万左右，是不是？看庙的大小。像我之前，你捐过是不是？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家也是比较信的。就他家捐的庙好像写一个名字要500万，然后他们家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在上面，不少嘛，所以他们捐2层楼的礼宾活动中心也不算什么，还好是不是？对啊，好像几十亿啊，我的印象好像几十亿。所以开庙不错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英文老师啊？你跟我不同班，我们班的那个英文老师，他说他想要去买一间庙，他要当庙工。因为他说当庙工比当补习班的英文老师还赚，我觉得合理。而且你就找一些半通灵的来当地一下，也不一定要会通灵的啊，找会演戏就好。不行，那太容易被拆穿了。真的吗？因为你要拿那个有针的那个棒子打自己的头可是邻人的挑战里面不是都演得很烂吗？人家好像是认真找的啦，是吧？对啊，不要乱讲话。This is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private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 think in maybe Taiwan. It's the third one. Third one. In Taiwan. What's the most expensive one? It's 康桥60万一年啊。差不多。60万这样的话，$20,000 for 1 year for tuition。然后我们学校，我们以前没那么贵，现在好像比较贵了。最贵的应该是美国学校啊。但是美国学校不算台湾的学校吧？先把美国学校剔除掉，因为那个一般人进不去，要有国外身份才可以。康桥还有嘞，复兴，然后就是这间。对啊，纨绔子弟念的。嗨。学校出来之后呢，一路上去就是山了啦，我们就不去了，好不好？周星驰那个电影叫什么？功夫足球。很像功夫的那个建筑。对，像台北市要看到这样的建筑已经很少了。对啊，因为它的门口是从外面进去的。但这种方式日本很多，我在想它会不会是比较早期？日本时代，对，因为大家看日剧会很多这种建筑嘛。有可能。台湾 style 啊，你看每个人骑机车是台湾 style。It sounds like a sarcasm。那你上次坐摩托车？我上次坐摩托车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感觉好像来到东南亚。坐摩托车像是回到东南亚。屁呀！超安全的，好不好？
看车子要从前面撞过来了。哎，这个旅馆很贵耶，这个5星的吧？刚盖好的。好像一个晚上要1万以上吧？我不知道哎。我记得要啊。哦，这什么地方我没来过？然后这个是很早期的国民党眷村。国民党？就是军眷啊。军眷啊？是什么军队？是下面那个那边不是有一个政战学校吗？是跟那边有关吗？我觉得可能有关，因为上面是国军818医院。818？就是专门关清城那块。哦，是哦。那跟那有什么关系？我后面看一下。你有进去过吗？有啊，这边基本都可以进去啊。可它前面有一个 gate， 这边是日本美学还有国民党美学混搭的地方。因为这边在日本时代是观光区嘛，所以可能就有这些那时候留下来的建筑物，都不知道什么用途。啊，为什么不能进去？那些都还没有开放。但在 remodel 还没有开放。对，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想好怎么做。为什么？是本来前一任市长想好了，然后换了一个市长之后，钱就不见了，是不是？哦，不好说。对啊。所以右边就是第二股了，所以我们是绕第二股上面。OK， 难怪你说要骑机车。我说的就是这栋啊，这栋也蛮特别的。你看，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栋啊。这栋是圆形的建筑物哦。对。对。然后它中间有个洞，它中间有个天井。哦，这个是往上看以为是八卦，是不是？对啊，然后这栋好像各种什么东西频传。什么东西？类似鬼故事吧，但我实际上也没有听过是什么。可是住满满哎。对啊，它一坪30几万。房价比鬼凶哦。这个在世界上已经很难找，不是在世界上，台北。在台北已经在台北市已经很难找到这种一坪只有50万以下的建筑物了。它很有可能可以挑战台北最低价。真的吗？现在可以闻到浓浓的硫磺味。好，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以前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物，木造建筑物。可是现在这个是干嘛用的啊？现在就是原本这边是温泉旅馆，但是观光客变少啊，还是怎么样？比赛更多，就这边人变少，就陆客没了，是不是？没错，然后右边是第二股。好，下面是第二股。这边是北投的由来，北投的台语叫八岛嘛。八岛，八岛在平埔族的语言里面就是女巫的故乡。所以他们觉得女巫住在这种烟雾缭绕的地方。以前这边就烟雾很大嘛，那他妈进来之后就觉得，怎么都是烟雾，然后会很害怕嘛，就觉得里面住女巫，所以女巫的故乡就叫八岛，所以就是整个北投的由来。后来日本人来了之后，发现是好东西。我不知道谁是后来。平埔族应该早就有了，所以这边在日本时代盖了很多温泉旅馆，还有纳卡西。对。那身为一个在地人，有这些温泉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意义？电器会坏掉。电器会坏掉。对啊。你电器大概买多久会坏掉？就是如果你没有防锈的话，可能3年的冷气就会坏掉。3年就会坏掉？如果没有防锈的话。所以每年要做防锈，是找人家来做？一开始就要做防锈。哦，一开始做防修就没事。就比较没事，就可能应该要10年之类的。哦，那还 OK 啊，防锈应该不难吧？只是要做得好。防锈如果随便做可能没用，他们好像至少要考7、考3、4层以上在那个铜管上，成本就变高了。对啊。This is a real nice place and there are many luxury hotels around this area. Let's move it forward. 这个是温泉储存槽。哦，是哦，这是 hotel 他们在用。recycle 用的。recycle 要 recycle 什么？温泉啊。你说可能晚上比较多人洗澡要用？不是，这里大部分的温泉是回收泉，洁净以后再使用。只有几家是不用 recycle。啊，为什么要 recycle？Cost down 啊。这是日式温泉旅馆。对啊，这就整个建筑物是蛮日式，这间应该蛮久的。真言宗总本山京都东市指定旅馆，哇，取水会馆。不过这个经营方一直有改啊，因为原本不叫取水。哦，他们买下来就换名字。对啊。这里面的风格也蛮特别的，它有点洋派。对。你有走上去这边过吗？这边上面啊。
需要去第二步，但是只能更喜欢。这好像他妈单向道哎，这个有一个教堂。哦，单行道，我拍谁？哎，这有一个教堂哎。There's a church here. What's weird? Because we are just outside of this church, but what we are hearing was from the Buddha. I guess there is another temple behind this church, and they have some events or festival or whatever. 他们在诵经吗？我不知道诵经的英文是什么。OK， 这个教堂是怎样？红砖造的天主堂。对啊。我妈以前在那边弹钢琴。好，前面是温泉博物馆，这个是北投温泉博物馆。所以以前日军在这边进驻休息的地方。哦，这样会不会有点敷衍啊？啊，你有来过吗？有，但是我有一阵子没来。等一下，我要想一下怎么进去。啊，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是旧北投的核心。是你刚才说很奇怪的地方吗？对。好酷哎！这要停车啊？你要录我们的路径哦。你要录我们的路径哦。哦，我现在要干嘛？录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对啊。录前面是不是？对，你要录我们的路。好，这么酷哦！哇，这是什么地方？就北投有很多这种小巷子。好，你刚要骑慢一点，8秒直线。这种小巷子非常妙，我们这边先停一下。哦，来介绍一下。从外面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边有一个这么大的区域，那感觉也很正常，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其实这里面这是以前的 hotel， 然后这个 hotel 以前的 hotel， 对，这以前的 hotel， 然后旁边这一栋，对，我觉得倒瓜处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走过去。啊，把你车停着，我不用走的。好，你先下来。你看我们会经过的地方，它是一个回字形的中间。回字形。对，然后在右边这个旅馆。哇，这旅馆啊，怎么没人？不像旅馆啊。因为它倒闭了。它倒闭了，那现在干嘛？为什么讲话要这么小声？因为这边很容易吵到人家。哦。那你可以看到，这间旅馆的位置非常特别，因为它就在一个很狭小巷弄的正中间。就是你可以走这么狭小的巷弄，然后绕它走一圈，从外面你完全不会看到这个地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间旅馆以前就是专门做黑的。哦，然后是你朋友经营的？他是我们高中同学经营的。那为什么他会倒掉？因为北投就比较没有这种文化嘛。是吗？对啊。什么叫是吗？没有这种文化，为什么会有这种旅馆？没有吧？以前日本时代很多吧，有观光客的地方就会有特种行业啊。对，但是因为其他旅馆，其他类型的旅馆都是在比较外层，就是你外面一定会看到，很容易被抓的。只有这间旅馆是你可以绕着它走，但是你从外面绝对看不到它。那这间旅馆后来它就比较老旧嘛，它就后来改由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企业家来经营，然后后来可能因为疫情那时候吧就不好做，所以它结束经营是最近的事啊，我以为是10几年前的事。没有，结束经营是可能大概5、6年。以前做黑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做黑的可能应该有20、30年吧，因为我小时候也不知道这里。哦，你看我住没有那么久，我是进不来的。真的吗？所以你是在这边登短廊吗？你不可能知道这边是怎么做的。是吗？对啊。那你后来怎么知道的？后来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家他在这边讲这个故事，他开幕的时候有找大家来了解这一块，我们才知道的。所以卖的是故事，那故事有可能是好笑的，有可能是好笑的。可是你看这个地理位置，的确跟故事蛮搭的。就是你不可能盖一间旅馆在这个莫名其妙你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除非它有特殊的目的。对。对啊。对。好啊，这个可以绕一圈，是不是？对啊，帮我们绕一下。好，我们去绕一下。没地方走了。哎呦，没啦。哦，你看这还有躲这种矮矮的红砖建筑物。
所以他直接不经营了。对啊。哦。然后经营传下去。你把它买下来，继续经营。好啊，那要拿来干嘛？就做黑的啊。只是那里面有人，我有点惊讶。他现在是宿舍啊，他说是非本宿舍人员禁止入内。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移工的宿舍，会不会？我觉得这里面才是真的有比较代表那种北投的很古早的、很古早的味道，没有被拉掉的东西。所以以前的北投是住在这种1到2层楼高的，对啊，这种独栋，它也不算独栋，它是这种比较小的公寓。对啊。那走上来。好，我们走上去看看，没有去过。你就会想到这种到底是怎么规划？这种会不会是早期？他门都打开了，大概有人。那里面到底是谁啊？那我们走进看看。走进去啊！停下来。还是里面有出过事？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真的没有。哦。啊，看，直接在这边晒衣服，超级 local 味道。你说那件衣服吗？对啊，他们直接在那边晒衣服啊。电线上不一样。对啊，在电线上面晒衣服，超屌。什么东西？不管从什么地方进去，就是完全不会看到刚才那栋楼。它刚好在这个社区的正中央，就算它比它隔壁的建筑物高个大概2-3层楼，还是看不到。好，北投本土味红茶。你要直接买？好，我去买啊。这个红茶有什么特别的？这家民权红茶。民权红茶。因为北投人只喝2到3家红茶，民权红茶是其中很关键的一家。怎样关键？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甜，但是它是古早味的红茶。可是你知道北投还有一家红茶叫北投红茶，可是北投红茶在所有北投的红茶里面是最弱的，但是它却是到处开分店的。哦，它抢走了北投的名号。当别人在问我们说，这家北投红茶是不是就是你们在讲的那家？我们就很痛苦的说，不是，北投人绝对不会喝北投红茶。那民权红茶为什么不开分店？还是你要访问那个老板？他可能只是打工的。我是不知道，但我最喜欢喝民权红茶。那它真的有比较好喝吗？跟北投红茶比？等一下我们等下买一杯北投红茶。我们等一下盲测。盲测哦。对。万一我觉得北投红茶比较好喝怎么办？不可能，那我不可能吧？那我就去死。好，玩这么大，哇！要杀我的吗？很容易。好，等下去买北投红茶。真的吗？真的不要吗？北投古早味红茶。那你只是要喝一口，然后你喝得了2杯吗？你是怕？你喝得了2杯吗？没有，我只是想喝喝看啊。OK。好，等下有空去买好不好？所以你要问他，我可不可以试喝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很怕？好，现在我们在北投传统市场，左边围住的地方是要被拆掉的传统市场。这样会不会被摩托车撞到？然后东西就喷了。对啊，喷装。你说这边会跟越南一样，会有摩托车冲过去，直接把手上的手机干走？是不会啦。台湾应该不会吧？好，这个北投市场已经好几年了吧，30-40年有了，然后终于要拆掉了。还要算改建吧。我记得它里面有一家米粉摊，你知道吗？然后我听听看，你知道的是？我知道的是，我都跟我前女友进去吃米粉汤。米粉汤？对，里面有一间米粉汤。真的是米粉汤？对啊，是米粉汤啊。然后呢？没有然后，就是仅存的印象啊，就还算不错吃。那带你去吃一间有点有趣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向左转。向左转。说科伦饼啊。干没开耶。你说鱿鱼羹啊？对。
没开。巷子里面有一家鱿鱼羹，什么意思？他是在2个巷子，他在这么小的巷子里面开了一家鱿鱼羹，重点是好不好吃？还蛮好吃的。哦，可是他没开，会不会倒了？他没开，不会，因为那家应该不太会倒，那家生意很好。哦，那他礼拜一没开，我觉得充其量就是你来的这个时间太烂。礼拜一会没开就对了。对啊，学人家礼拜一公休。但我觉得这家就是北投市场的东西都还蛮好吃。哎，对，我也觉得北投市场的东西都蛮好吃。因为你这什么士林夜市，士林夜市这东西简直就是不通风。有吗？你有去过士林夜市吗？作为台湾人，要怎样才能够没有去过士林？我说真的士林夜市，哎，巷子里面的士林夜市，什么叫假的？就不是假的士林夜市？不是北艺那栋以前北艺下面的士林夜市。北艺哦，那叫北艺吧？对啊一颗球那个。对啊，对，就是你说不是北艺的士林夜对，市？就是后来盖起来那栋，原本是烂尾楼吧。对啊。然后后来把它盖起来，那个人现在被关起来的那一栋。哦，对对对。哦，哦，你觉得北投市场新的北投市场要盖多久？可能要5年以上吧。这么久哦？对啊。那5年之后没有盖起来，算谁的锅？你说我要不要负责？哦，算谁的锅？算谁的锅？对，现在的市长是谁？现在市长是蒋万安。蒋万安，对，好吧，一定不算他的锅的啊，一定不算，因为他一定盖不起来。这我不看好就对了。如果你知道他一定盖不起来，你觉得会算是他的锅吗？他盖不起来算是他前一任的锅吗？那你等下可以去那种什么家炒冰？剉冰哦。这家炒OK，剉冰。这家煮那家猪血糕很好吃。猪血糕，有没有哪一家是已经在那边很久的？啊？很久的。对，蔡元益最久。这不是也是卖红茶的吗？对。那为什么不喝这家？哦，这家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个人认为比较弱一点。哦，蔡元益比较弱。我个人认为是蔡元益哦，是我个人认为。你负责任对不对？主观评价。啊，我喝过蔡元益，我没有喝过北投红茶。那我等下喝喝看那家叫什么民权日。民权。好，我现在要现喝刚才买的这个民权。我知道了。哎，我刚才点的是什么？仙草。仙草奶蜜。好，仙草奶蜜，帮我搓一下。哎，这个吸管可以喝仙草吗？对啊。好，我喝一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古早味的那个味是怎样的味，会让你觉得是古早味？其实仙草奶蜜没有特别古早味，是红茶的。然后你叫我买这个，但是喝不出来。这个算很好吃，很好喝。我觉得蛮好喝的。对啊，但可是它不是古但你早味评价不出来，而且你也比较不出来它跟北投红茶哪里不好喝。因为它不是红茶。给我一个不是红茶的。可是我建议你搓一口。我现在试喝一下民权古早味红茶。我想要喝出那个古早味，这个是需要很用力才喝出来。我懂了，因为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古早味，所以你根本喝不出古早味是不是就是那个很甜的味道？它其实里面有加中药。什么中药？中药材。没有，那你等下去买一杯麦香红茶，你就喝得出来什么叫做古早味。哎，对，很像是当兵的时候，如果尤其是新训的时候表现得不错，班长或是连长会去让你投古早味红茶，对，麦香红茶，小小10块钱，利乐包那个，对，就那种味道。但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不是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吗？它那个里面有加一个咖啡因吧，但这里面是没有咖啡因。咖啡因有味道吗？咖啡因有味道，你少骗我吧。好可怜哦，一个不知道咖啡因味道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咖啡因是真的有味道吗？咖啡因当然有味道啊。什么味道？咖啡味道。就有一种有点下的感觉。哦，是哦。
放弃了。干，好贵啊！哇，真的是太好喝了。世界上有人都不知道咖啡因的味道，所以我们要包容多元文化。这真的是太好喝了哈！还你，我就喝我这个仙草。哦，但是仙草确实不错喝啊，仙草确实不错喝。好，啊，接下来我就自己逛了，感谢今天小黑带我去绕了一圈。陪跑。对，然后没有被人家打。Xiaohei has an appointment in the evening, so I'm going to continue my exploration without him. You know what? The base food in Taiwan is always hidden 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When you visit Taiwan, you must come to a traditional market like where I am, the Beidou Sichang, Beidou Traditional Market. Trust me, you don't need to check the reviews on the Google Map. Just pick whatever looks good to you. The food stands are here over 10 or even 30 years.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Alright, let's go get a dinner. I'll just randomly pick one and try the food. 然后我要一份蚵仔煎，内用。Alright, so this is a Taiwanese street food called 蚵仔煎. It's made of oyster and flour and some eggs. Just mix them together, put it into fry pan. You'll get this 蚵仔煎. And the sauce here, usually it's sweet and salty together. 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它旁边这个饼皮的部分煎得很脆，那它的口感我还蛮喜欢这个风格的。那我今天点的是蚵仔煎。Sometimes they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called 虾仁煎. Instead of using oyster, 虾仁煎 is made of 虾仁, which is shrimp. If you prefer shrimp, you can order 虾仁煎. But if you like oyster, you can order this 蚵仔煎. 跟大家说来北投一定要买什么，好不好？这个阿姨在这边已经30-40年有了，40年了。Okay, look at this. This is a traditional Taiwanese delight called 鮪鱼汤. I know they look like candy, but they are not candies. When you open it up, you'll see a small piece of meat. It's made of tuna in dark color. It tastes salty and maybe slightly sweet. I remember usually I'll have this kind of Taiwanese delight during Lunar New Year. When you get a chance to find this product, please try it. You will enjoy it. It's so good. Alright, next, look at this. This is pork floss, like jerky, but it's a floss. And the next one is still pork floss, but mixed with seaweed. You know, it's surprisingly good to mix the pork floss with seaweed if you got a chance to try it. The left one is the seed of whatever melon, I don't know which one. And it's seasoned by caramel. And the right hand side, it's too difficult for me to explain. Just get in and try it. It should be very good. 跟大家说，大家如果有来北投，这家店是已经30-40年的老店，43年的老店。然后它专门卖我们台湾传统的肉松啊、肉子，还有一些腊肠。像我刚才买的是这个肉子，这东西很特别哦。它是把肉压成很薄的，像纸一样的食品，吃起来很像饼干，脆脆的，味道超棒。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北投，一定要来这间国风肉松店，超级推荐。不要看我，我有好多玩具哦，不要看我。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you can feel the hospitality of Taiwanese people. In Taiwan, many people don't go to supermarket, they don't go to grocery store. They buy everyth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market. So, these are traditional donuts. How you can tell it's a good dessert in Taiwan? When Taiwanese people say this dessert is very good, that means this dessert is not sweet. It's not that sweet. If it's too sweet, we don't like it.
These are gingers and sweet potatoes. Taiwan is a country of fruit. You can find any fruit in Taiwan. These are tangerines. I guess that restaurant only do takeout order because it's too small. I think after COVID there are more, we used to call restaurant, but I don't even know what's the correct word for this kind of food maker. They just accept the orders for delivery. I'm going up hills. I never actually explored this area before. Oh, there's a homeless sitting on the stair. Okay. So it looks like a hotel with hot spring. Oh wow. What's going on here? Might be a dead end for this alley. Oh wow. Let's go all the way top. Believe or not, I am in the Taipei city. This is also a hot spring hotel since 1945. In this area, it used to be a very famous place for tourists back to the period of Japan occupied in Taiwan. Because there is hot spring. So this is a historic site of Tiangou'an. I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it is, but it looks like a temple or, well, there's some instruction. Let's go find it out. Aside from hot springs, this area also used to have a mining industry because it was once rich in sulfur. There used to be a railway passing through here. Starting from Taipei City, the railway went all the way to Shilin Station, then to Beitou Station. Our current location is here, called Xinbeitou or New Beitou. This railway continued all the way to Danshui, and Xinbeitou was a branch line splitting off from Beitou Station, specifically built for the sulfur mines and hot springs here. So now in this neighborhood, there are so many luxury hot spring hotels, like this one in front of me. This is a luxury hot spring hotel called Kagaya Jiahewu. The average price of a room per night is around $350. It's so expensive, so I never actually stayed in any hotels in this area. 哇，看一下这个房子哦，钢筋都外露了。I'm not even sure this building is still safe to live because look at those stairs. I can see the rebar in the concrete. There are some people still living here.
Yeah, these are Hot Spring Hotel. Like I say. Yeah, this is a temple. This is a temple worshipping Mazu. Mazu is a god originating from Chinese folklore, protecting sailors, fishermen, and coastal communities. She is the most commonly worshipped deity in Taiwanese folk religion. Damn, should I go this way? Yeah, let's try this way. All the way down. I think that one is a hot spring tank. I could be wrong. It keeps making sound of water, so I think it's working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purpose. But I cannot smell any spring, which is weird. But anyway, look at these stairs. I have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Oh, belongs to Taipei government. I think this is abandoned. This building is abandoned. See this smoke? That's hot spring. The local people said that the hot spring water used to flow directly on the road. I think I did see it myself when I was very young, because I went to school in this area. But I'm not sure when it just disappeared and why. Know the answer, leave your comment down below. 台湾的自然就是饮料挂在车上，然后出去走1个小时再回来，饮料还在。我钥匙挂在车上，我也在啊，那你挂看，你又拍不到。就这样没了吧？不要踩到了，赶紧踩到了，踩到狗屎，左脚踩到狗屎了。